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10位明星备战米兰时装周，肖战、刘雯手握2大品牌，刘诗诗故地重游。冬去春来，四季更替，转眼就快到米兰时装周了。近年来，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素，几乎所有的国内明星都错过了这样的时尚盛宴。但是这一次，是娱乐明星们出来活动的时候了。根据网上发布的名单，目前已经有10位明星在备战米兰时装周。其中，有的人是第一次参加时装周，有的人是4大时装周的常客，有的人同时被2个品牌邀请，成为最美的时尚宠儿。至于这10位明星的最终表现，我们不妨先一起期待一下。刘诗诗一直是国际时装周的常客，在4大时装周中，她从未去过东京时装周，在巴黎、纽约、米兰时装周多次看到她的身影。作为 TOPS 在中国的首位全球代言人，这将是她第3次前往米兰观展。但是让我们就事论事，刘诗诗的风格简单如菊，其实在众多大牌明星中，很难有机会发光发热。以前没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挺好的，至少我有很好的颜值和很好的时尚表达。但结婚以来，她出席这样的盛会总是有些疲惫，着装风格也偏向贤妻良母。尤其是当她和一群女明星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存在感几乎可以降到负值，成为不折不扣的小透明。基于以上，笔者也希望刘诗诗能在这次花木兰之行上大胆尝试，为其他没去的国内女明星长脸。刘雯，如果说刘诗诗是时装周的常客，那么大表姐刘雯就是时装周的娘家人。而且作为 TOPS 的代言人，刘诗诗不去争取，但是大表哥却能轻松赢回品牌的知名度。不同的是，以前的刘雯都是在台上走秀，这次却是要在台下看展。当然，就刘雯的时尚表达而言，无论是走秀还是日常穿搭，都很吸引人。即使她穿着睡衣出门，那件睡衣也可能会卖光。而这些都是她的一步一步。此外，作为时尚圈的宠儿， TOPS 并不是刘雯唯一邀请的品牌，古驰也邀请刘雯去米兰看展。同一个明星，2个品牌，想必这也会引发一场较量。肖战和刘雯一样，肖恩也收到了 TOPS 和古驰2个品牌的米兰之约。顶流配顶奢吗？其实一点也不意外。事实上，肖恩来是目前国内手握顶级代言最多的明星之一，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。这一切都源于他能给品牌带来的巨大热情，也是将个人粉丝转化为购买力的前提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任何时候建立合作的第一要素永远是双赢。让我们回到主题，肖恩来过米兰时装周，今天的搭档古驰也邀请了他，但当时肖战和古驰还没有确定关系，最多只能算是意气相投。现在终于转正了，想必肖恩的状态会不一样吧。李宇春，据了解，本次米兰时装周，古驰一共邀请了3位国内明星，除了肖恩和刘雯，李宇春是其中之一。古驰和李宇春的合作比较早，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古驰没有像某些品牌那样翻车，李宇春也没有掉咖啡。对双方来说，这样稳定的合作伙伴都很少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李宇春平日里像个假小子，但她并没有多少魅力。但一旦到了大场面，她特立独行的穿衣风格就受欢迎了。一身酷炫的西装可以成为女明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穿上女装能引来国内网友的大量讨论，似乎只要她现身，就已经赢了一半。我只是不知道李宇春这次能否继续获胜。蔡徐坤，我喜欢把它分为3代。第1代自然是以鹿晗为首，大部分都是冷的，
不降温的热度不如以前。第三代是肖恩和一博，也是目前最火的纯流量艺人，而坤正好夹在中间，不上不下。说他没流量，一个梗玩3年不腻，证明网友爱他。但你不得不说他是顶尖的，黑粉比粉丝还多，哪个流量明星会有这个待遇？所以品牌和他的合作会有一定的顾虑，怕他有一天和黑粉闹翻，影响品牌形象。但如果是普拉达，没关系，毕竟双子和峰峰都曾是普拉达的代言人，现在都冷了。还有春夏，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被禁了。所以坤跟合作，他怕的不一定是品牌，他怕的可能是自己。但无论如何，给了坤一张去米兰的机票，还是有好处的。其他5个炙手可热的明星说完了，我大概会提另外5个。除了邀请坤，还邀请了女演员杜甫一起观看展览。双方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，可能是普拉达在选择新的代言人。BV 邀请了郭采洁，但 BV 亚太区代言人 Jackson Yu 缺席了本次时装周。不知道是他没时间，还是 BV 没邀请他，不太可能。芬迪邀请了3位明星，即许光汉、许承霄和齐豫。这3位明星都很炙手可热，但他们离主流还很远。这说明这个品牌更注重性价比。好了，准备参加米兰时装周的明星都介绍完了。